经常玩导弹的都知道，目前伊斯坎德尔的突防能力算是第一梯队，但有一款导弹比它还生猛，它就是韩国刚刚官宣实战部署的玄武杠5。前2天，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在专访中亲自确认，玄武5这款怪物导弹将于年底正式投入实战部署，国防部连量产计划都已经制定完毕。这也意味着韩国这款大杀器终于要亮出真正的獠牙了。前几天啊，在咱们举国欢度国庆的时候，隔壁韩国也没闲着。10月1号当天，韩国举行了建军77周年大阅兵，阵仗搞得挺大，从传统装备到无人系统，再到重型打击导弹，涵盖了陆海空各个领域。尤其是那枚体型庞大的玄武杠5，真是赚足了眼球。按照韩军的说法，这款导弹不光射程远，还能针对地下目标进行精确打击，钻地能力极强，具备在没有核弹头的情况下制造重大破坏的能力。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号称怪物导弹的玄武杠5到底是什么来头。要知道，现代弹道导弹的发展潮流是学小李飞刀讲究一个精准灵便，一击毙命。比如咱们的东风快递，那都是高精度代表。可韩国的玄武杠5偏偏不走寻常路，他选择当雷神之锤，走的是大力出奇迹的路线。它的弹头居然重达8到9吨，这可差不多相当于一头成年非洲象在天上飞。这也算得上是当今世界最重的常规弹道导弹弹头了。这个重量级钻地弹头在末端速度超过10马赫的驱动下，它的撞击能量相当于一颗小型陨石。这就突然让我想到了《星际迷航》里边的一句话，物理定律就是牢不可破的武器。那么问题来了，韩国人为啥要造这么个大家伙呢？这还得从威胁韩国安全最大的麻烦说起。由于地缘政治的限制，韩国没法发展核武器，只能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但是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迫切形势不容忽视。您想啊，隔壁朝鲜兄弟那可是深挖洞广积粮的模范代表，据说各种指挥中心军事设施都藏在地下100米深的坚固工事里边。于是韩国人就心想，你不是藏得深吗？那我就造个能把你家地下室砸穿的玩意儿。玄武杠5的设计思路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依靠8吨弹头带来的巨大动能，像一根超级长矛直插地下100米。但这里有人就要问了，为了钻地扛上8到9吨的超重弹头，这样一来力气不就都花在负重上了吗？射程不就缩短了吗？没事，300公里足够了，正好覆盖朝鲜全境，目的性极其明确，多1公里都显得政治不正确。当然了，如果他想招呼更远的地区，就可以换上1吨左右的轻型弹头，一口气飞出3000公里以上，整个远东地区都在它的射程范围内。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设计细节。从韩国军方发布的试射视频上看，玄武杠5还采用了典型的双锥体外形，导弹发射后会展开调整尾舵，导弹柱体也采用了2级发动机，同时还配备了规避系统，就是为了对抗朝鲜和其他国家使用的防空系统。韩国人还计划为它配备上机动载入飞行器以及多个独立目标载入飞行器，而这也和目前世界最强的中程弹道导弹东风21某种程度上高度趋同。可以说玄武杠5发射系统真的很像东风21的早期型号，它采用了牵引式9轴原木发射车，也和东风21一样，都是2级构型弹体，都采用了冷发射的方式。所谓冷发射，就是先靠一股高压气体把它噗的一声从发射筒里弹射到20-30米的空中，然后导弹发动机再点火飞向目标。这招可比那种在桶内就直接点火喷着熊熊烈焰的热发射优雅多了，既保护了发射车不被烤糊，还悄悄为未来装上潜艇，成为潜射导弹埋下了伏笔。可以预见到，在不远的将来，韩国将势必会拥有射程大幅超越半岛战区的中远程弹道导弹。虽然其射程还比不上中俄朝3国的远程洲际导弹，但也足够对周边产生深远影响。所以啊，韩国这次高调阅兵，又浓墨重彩的展示和宣传玄武杠5，其实有非常多的考量。俄朝关系升温，地缘格局变化太快，再加上朝鲜已经在筹备10月10日的阅兵式，韩国赶在前完成阅兵，应该也是一种先声夺人的威慑，警告其不要轻举妄动。这也算是韩国身处被动中的主动吧。好了，讲完玄武杠5，你觉得它真的能保护韩国吗？